taking over now. Tough it out, that's what I'm all about. 我们注定要穿过一层新的围墙，解锁一道光。我们知道未来还有无限的巨浪挡在我前方，他们都筑成令我登高望远的路，是令我启发我成就我给我的量。最终决定自己命运的走向，握在我手上。季教授，来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先拔点葱。我给您带了1瓶酒，还有2本书。哎呦，你们愿意陪我这老头子吃饭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么客气，下次不敢请你来了。您不是说放在这儿的书，迟早都会被赫顿借走吗？你这招曲线救国不错啊。上次啊，没来得及好好露几手，这次啊，你一定要尝尝我的手艺。我刚才出门的时候没看着赫顿，今天电台也没事儿，不是您给他派了什么任务吧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我哪敢再麻烦他呀？就当他是没口福吧。哎，我学生给我送了批大闸蟹满黄，再配上我的亲手种的香葱啊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什么叫指甲生香。1本书换1顿饭，划算。以后我天天来蹭饭。就这么定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想借个厕所。好，就在最里头，你顺便把书放书架上就行。行。大闸蟹一好，马上就开饭了。得嘞。上班怎么有空回来啊？嗯？怎么啦？出什么事啦？啊？不舒服了？妈，你先坐下。坐。我们去医院做个体检吧。你不舒服啊？不是我，是你。我想带你去做个体检。你这都从哪翻出来的？你说过日子吗？谁家没有准备些头疼脑热的药？这数据上写着，这药是你昨天买的。是的，我这2天啊睡不好觉，我就吃了点药缓解缓解。这不是2天的量，你买了半年的量。没事妈，我们去医院做个体检，看看医生怎么说。如果我们要是有什么病的话，我们就赶紧治啊。不用去医院，这事儿没得商量，这事儿你必须听我的，咱们必须去医院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儿。我跟你说吧，东东，你呀就是不盼着妈妈好。我这2天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就是有一点头疼脑热，吃了点药。再说我们这个年龄的老人，你问问哪个人没有毛病？要什么去医院检查呀？妈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不值得你依靠啊？你生病半年了，你难受，你头晕，你一次都没有跟我说过。你是不是觉得我有病，所以就剥夺了我做女儿的权利？我在想，如果俊俊在的话，你是不是肯定会跟他说？你肯定会依靠他。
这么想啊？真的，妈妈从来没有这样想过。妈妈就是觉得你的工作太不一样了，每天那么多人去跟你诉苦，吃了好多好多的苦水。但是我的工作我不觉得辛苦啊。妈，无论怎么样，你必须要跟我去医院，这回你必须要听我的，没得商量。我们现在就去，走。我不去，去，我不去。我怕。我害怕，我不想让医院来宣判我。对不起，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跟你发脾气。我们不去医院了，我们不去了，我们不去了。我只是很怕失去你。对不起，妈妈。对不起，我们不去了。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外面太晒了，在里头歇着吧。我不喜欢这个医院，这里的人太多了。妈，今天医院的人还算少的呢。这里好多病人哎。怎么样了？妈，你看，你看，谁来了？阿姨，小钱，怎么样？阿姨，还难受吗？倒是不难受，就是做那个核磁共振，哎呦，好害怕呀！没事，别害怕。妈，正好钱开一来了，让他陪一会儿你，我去看看片子出没出来，好不好？我很快就回来，放心吧。天花。
主菜来了，来尝尝我这酒。没想到你也是个会吃之人啊！这大闸蟹就得配黄酒。跟你来说谈不上会吃，我就是一个人生活久了。听赫顿说啊，你早2年在国外研究精神医学。研究谈不上，就是学习而已。不像您对心理学的研究这么深，我即便在国外，也早有耳闻。我老了，经不起那么夸。来，再来口。我回来之后拜读过您的一些论文，原来从心理学和神经学科2个角度看待同一个问题，会得到不同的答案。不同的学科，知识重合度再高，也有不一样的地方。但据我所知，认知功能障碍康复学更偏向于神经学科。您对这本书这么感兴趣，是您身边有人有这种症状吗？我连咨询都很久不做了，还认识什么人啊？就是随便翻翻，年纪大了，轻快轻快，没有什么诉求。是什么让你改变了？也谈不上改变。就是如果事事都有答案的话，指引我去选择另外一种人生就会更好吗？我觉得也不尽然。只不过有时候坐在这里回望呢，就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失去了一些珍贵的东西。那您觉得您失去过什么？失去了年轻的时候吃更多美食的机会，现在年纪大了，胆固醇这么高，还吃不停。看来比起上下九所，您更愿意享受生活。你这孩子啊，倒挺懂斗的。工作倒是谈不上，我是看您对赫本很是照顾，所以这次过来，就是取情。上次都看出来了，照顾谈不上，就是人多在一起吃饭热闹。您是把赫顿当成自己的女儿了？怎么说呢？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现在认识你了，以后这里啊会更加热闹的。年轻人，不要因为事业而在个人层面上荒废了。赫顿是我的好学生，也是个好姑娘，你好好加油。对，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没事，小朋友没事。小可乐，走，妈妈带你买可乐去。上次病人驾驶在哪里？这儿呢。病人晕倒，送去抢救了。直到我遇见了你，我想安定下来，
好好跟你在一起，我一定要给你一个最好、你最喜欢的婚礼。对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吧，这位呢，她是我的。你好，我叫童瑶，王中瑜的老婆。唐丽丽啊，你是真没出息，就给了你这么点甜头，你就魂不守舍，你这么缺爱。他到底有什么好让你这么难受？你喜欢他什么？那您失去过什么呢？可丹，买了点吃的，我不饿，你吃吧。那一会儿喝了吃的。吃东西不行，一直睡着呢。这阿姨也真行，瞒到现在也不说。都怪我没有太早的关心他。如果早关心他的话，他也不会瞒我这么久，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何端，我知道你现在很自责。但还不是难过的时候，你可千万不能垮。你要是垮了，谁给阿姨信心啊？是不是？这当务之急，先看看是什么病。我知道。请问哪位是赵一林？您跟我说就行了。从检查结果来看啊，赵女士颅内没有发现肿瘤或损伤的迹象，一切正常。真的啊？哎，我的妈呀！那你什么时候醒的呀？我真的没有任何毛病。真的。谢谢医生。造成晕倒的原因有很多种，你妈妈她这个晕倒不一定是脑部的问题，有可能是平时压力过大或者是精神紧张造成的。你们回去给她好好调理一段时间就好了。你们真想住啊，我们也没办法收留的。行，谢谢你啊，谢谢医生。啊，谢谢医生。顿顿，谢谢啊。我们可以出院了。哎呦，没事儿，走了走了啊。
吴医生，哎，季博士啊，来探病啊？啊，瞧你这脸色，是不是又找不着他了？您看到他了吗？下午查房的时候还在呢。你别急啊，我派人帮你找找他。不用不用，他每次都这样，我自己找找吧。行，我先去忙了。哎，谢谢。哎。烫不烫？嗯，还可以。东东，你这都放的什么这么多啊？什么石决明啊，党参、当归、止咳，哎呀，记不清了，10多种。三生、止咳，职业病又犯了是吧？对。我刚刚突然想到我高中时候的事儿。什么事啊？你知道我高中的时候最讨厌上哪个课？语文课。我一猜就是，为什么？因为您是语文老师啊，我到别的课吧，我犯困，我可能还能偷个懒，啊，一上你的课，我害怕呀，我根本不敢睡觉。你还想着睡觉啊？对啊。哟，你这么优秀的学生，你睡什么觉啊？优秀的学生也会犯困啊。你还记得吗？有一年期中考试吧，你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小道消息，非说什么考试要考那3篇文言文，让我们在1天之内把那3篇全背下来。后来我们班同学怂恿我，让我去跟你求情，记得吗？太记得了，哎呦，你们倒真的是无所谓，关键是哎，2班有一个男孩子啊，哎呦说我偏心啊，非要让我也给他们剪掉1篇。哎呦，这个小孩子我印象很深啊，这个嘴巴很能说很能说的，就是脑子很灵光，我都说不过他。谁啊？我给他带过2次课，不记得他叫什么呀？就是个子很高，和另外一个个子高的男孩子，他们俩不好好念书，整天去搞什么课外活动啊，一个是打篮球，另一个是搞什么广播。钱开义，是不是叫钱开义？2班只有钱开义一个人在广播站。哦，好像是他。他高中时候胆子这么肥，敢顶撞人啊？他又不是顶撞我，他就是缠着我，非要给他们也减少1篇。没办法，给他减了1篇。哎呦，我第一次见他，我就觉得这个家伙眼熟，难怪啊，他是我的学生啊。哎呦，真有意思。疼吗？顿顿，我也跟你说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啊？怎么了？我每次叫你俊俊的时候，你是不是都特别的难受？谢谢俊俊。俊俊，你怎么穿着裙子啊？好漂亮啊！俊俊。天，你知道我都是故意的吗？我以前觉得我大概快要死了，我不想让我死了以后留给你的都是美好的回忆，我想让你恨我，
最好是你觉得我是一个不称职的妈妈，然后你就不会想我。你原来都是故意的。是故意的，我就是想让你使劲的恨我，这样我走了以后，你就不孤单了。我真的是一个特别愚蠢的妈妈。我知不知道，其实那样做更加伤害你，对吗？这么伤害你知道我对你是双重的爱，就是爱你，爱你，爱你，爱你。哎呦，你看我这个脑子，才可以排在楼下等你吗？快去吧，快点，快点！妈妈现在很好，很好。我不去了，你们随便填，我来买单。哎，何端，阿姨怎么样？没事了，就是累了，睡了一觉。虚惊一场，不过我觉得通过这件事可以解开阿姨的心结跟疑虑，也是件好事。我还有一件开心的事告诉你。什么呀？咱们上一期的 Say No 啊，收听率第一，全台跟同一时间段都是第一。真的？太好了，我们做到了。何顿，谢谢。谢我干什么呀？新飞夜话有你在，我特别开心。别客气，新飞夜话也是我的节目，我也很开心。那我送你回去。嗯。家辉，这么晚了，怎么了？我在等你。等我？我有话想单独跟你说。什么事儿啊？谢谢你送我回来，要不然你先回避一下。路上小心，慢走不送。长话短说啊，贺顿今天挺累的了，早点休息。明天见啊。你今天，你先说。那我先说吧。你背后藏的是什么？被发现了。发现隐藏的真相是我的专业。这是我为你做的，泰勒斯福尔斯的8银盒。谢谢。我在做这只8银盒的时候，无数次的在想，我把它送给你的时候，我该说些什么？你看到它会有什么反应？你会不会喜欢？即使你现在看到它笑了，我还是担心我能不能把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告诉你。何顿，其实这段时间跟你们生活在一起，我很开心，
你给了我很多惊喜，我很快乐。我们大家都是朋友，朋友之间不用这么客气的。可我想的不只是朋友。佳辉，今天太晚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八音盒很漂亮，我们有什么以后改天再说。晚安。听风的旋律缓慢坠落，树叶的声音。贺顿，看阳光清晰。你干嘛突然练武术啊？我可是你的搭档，大搭档，怎么能这么狠心区别对待呢？擦擦你脖子吧，都是灰。如果你有一天呢，需要一个特别的听众，你就回个头，我一定在。那深藏心里的小秘密，那忧伤却美丽的雨季，那总该面对不舍的别离，那些点滴，那些回忆，那支跟你姐妹换的笔，那些不懂装懂的问题，那次不经意看到的叹息，那些点滴，那些回忆，都那深藏心里的小秘密，那忧伤却美丽的雨季，那总该面对不舍的别离，那些点滴，那些回忆。拿着跟你姐妹换的笔，那些不懂装懂的问题，那次不经意看到的叹息，那些点滴，那些回忆，都有你，都是你。佳辉，我想跟你说件事情。我有喜欢的人了，对不起。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，你再说对不起，我就更加无地自容了。刚才我的心跳的都快烧起来了，被你这么一句话给浇灭了。谢谢你啊，贺顿，能够这么坦诚地告诉我，你有喜欢的人了。这回对不起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你说。我很珍惜你的这段友谊，我跟丽丽都很珍惜这段时间，我们特别感谢你。我觉得你把我们照顾得太好了，我跟丽丽都很依赖你。就像你说的，你很开心你的生活中，
我们的存在，我们也很开心。你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希望我们可以是一辈子的好朋友，可以吗？就是便宜钱盖印那小子了。但其实，我也挺喜欢钱盖印的。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，我这段时间跟你们生活在一起经历的事情，很温暖。明白。其实我这段时间，经常在想，我要是一直能生活在这里，跟你们住在一起该多好。我以前。我喜欢这样的生活。感谢的话，以后再说。感谢的话以后也不用再说了，咱们是一辈子的朋友，朋友之间客气什么？那你能收下朋友送你的8音盒吗？当然。友谊万岁！友谊万岁！我有一个过分的要求。能抱我一下吗？好了，晚安。晚安。这么怕疼还找我来？我叫一下，转移一下注意力嘛。你这除了跌打损伤，还有哪不舒服啊？我最近总是头晕目眩的，没什么力气啊，肠胃也不好，吃不下东西。这个穴位是治什么的呀？治失恋。啊？是我问还是你自己说？我自己说，你轻一点。还不是因为那个渣男。我不知道他有老婆，他追我的时候说自己是单身的。现在想想，早就有好多蛛丝马迹。一到周末人就失联，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手机屏幕永远是朝下放的。每次一谈到未来，他就逃避。难怪人家说恋爱中的女孩智商为0，那么多显眼的问题都被他搪塞过去了，我还傻了吧唧替他找理由。我这个伤这个就跟他老婆打架打的，但是我赢了。你是不是觉得我特活该啊？很少。你这头晕目眩是脾虚气陷导致的，过度思虑，改天我再帮你针灸一下。哦。你是个好女孩。啊？你是个很好的女孩，是在被人捧在手心里疼爱，所以以后请不要再为了不值得的人伤心了。还有下次，请把用查我的智商和嗅觉用在你的另一半身上，好吗？哎，你记仇，我都跟你道过歉了。我去开门。你好。你好。这里是幸福谈话工作室，您是？我是来找贺老师的。请问你有预约吗？有。不过我好像来早了。没关系，请进。我觉得自己很脏。
你还是选择来了。睡不着，整夜的睡不着，时间太难熬了。我好不容易熬到天亮，我又盼着赶快天黑。我就想着可能到晚上就能睡着了吧，但是到了晚上还是睡不着。在那天当中，你休息的时间大概有多久呢？如果实在是累到不行的话，我就会趁着办公室的午休时间眯半个小时。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了？4、5天。你之前有过类似的情况吗？没有。在你睡不着觉的时候，你都会做些什么呢？洗澡，或者是洗手。洗澡。你一个晚上大概能够洗多少遍澡？大概每一次都有多长时间呢？3、4次吧，每次至少半个小时。反复做洗澡这个动作对你来说代表了什么？是有什么原因吗？李飞，我相信你来是希望我可以帮你做一些改变。可是如果你什么都不跟我说，其实我是很难能帮到你的。我觉得自己很脏。这跟1周前发生的事情有关吗？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难受的，就这一点点啊。何老师，我可以相信你吗？你能理解我吗？当然，你可以选择完全信任我。在这个房间里面，现在只有我们2个人，没有任何人可以伤害到你。所有的问题，我们一起面对，好不好？好。事情发生在上周5的晚上。你喝，你喝。小薇，起来了。薇姐，薇姐，你醒醒。你喝，你喝。小薇，小薇，我敬你一杯。齐总，我真喝不了了。这样，小薇，你要是把这杯喝了，今天这个单子签了。真的，齐总？真的，必须签了它。哎，齐总，我代表我们公司所有人，敬齐总一个。好。哎，好。好。哎，我就喜欢小薇这样，酒量也好，业务能力也强。好。我呀，就喜欢把这个单子跟你签。我再给你倒点啊！我真不行。来，没事儿啊，你放心，我在这儿看着你啊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难受的，这一点点啊。哎，没事吧？嗨，齐总，事儿没事儿。好，来，扶着你。他们都散了。哎，有你不会散的。我哪里有那么大面子呀，齐总，你就别逗我了。我说的是我们。我们？哎呦，对呀，齐总，咱们的项目就靠我们啦。那个合同什么时候可以签嘛？
洗手间。你当时是什么反应呢？我就觉得整个人就好像僵住了，动不了。我可以理解为你当时的内心是非常不愿意，可是你没有办法反抗吗？可以跟我具体说说你当时的想法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当时整个脑子就一片空白，我不知道我怎么想。厕所很安静，身边的一切声音都清晰的可我发不出声音，我也动不了。我不敢回头看那个人，我只能逼着自己盯着天花板上的灯，心里一直在数着时间，真希望时间快一点过去，希望这一切都赶快结束。第一时间你选择报警了吗？当时你有没有做什么紧急避孕措施？有去医院做相关的检查吗？做了，但是我不敢报警，我觉得自己很脏，我不敢跟任何人说，而且我当时真的很害怕，我就赶快跑回家，我就一直洗澡，好像只有洗澡我才能把自己洗干净。你说这个禽兽，这么多人不选，为什么选的是我？我为什么要是个女的呢？你说他为什么要选我呢？我每天我只要一闭上眼睛，我就觉得心慌，我就觉得很害怕，所以我就只能去洗澡。好像只有洗澡，我才能好一点吧。你对你自己的行为感觉到很自责，还后悔，对吗？我就是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，我心里越想越觉得特别不舒服，因为你知道，其实我就是很抗拒，但是我为什么就反抗不了呢？是不是因为我从心底里就是甘愿被人作践？不是这样的，李伟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，当我们人遇到压力，我们的反应、我们的情绪是非常非常复杂的。这样，我们先来好好的梳理一下，可以吗？喝点水，不着急。首先，你没有反抗，是因为你内心真的想顺从他吗？我没有啊，我就是想反抗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让它发生了。那他当时把卫生间的门锁上的时候，你当时是什么感受？他就突然出现在镜子里，然后我就吓到了，我就懵了。当你被他拖到隔间的时候，你的想法又是什么？我就觉得我完了，我出不去了。他力气又那么大，根本扭不过他。好，现在除了身体还有环境的客观因素，我们已经知道了。我们再来想一想，当时他那个侵犯者还做了什么，让你如此的害怕，而导致于你不敢去反抗呢？
他力气很大，我这都不开。不要出声，除非你想被外面的人听到。你猜他们要是听到了会怎么看你啊？只要你乖乖的，很快就会过去了。啊？你当时不敢反抗，你怕别人听到声音，你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，对吧？是啊，何老师，你不明白的。如果被人听到，我的人生就毁了。毁了，意味着什么？毁了就意味着我名誉扫地，工作也没有了，所有人都会嫌弃我。你怕你自己的人生毁了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你当时没有反抗，这并不是你的问题，因为当时有太多的原因让你感受到害怕，甚至你当时有一些应激反应。应激反应？是的，当我们人面对压力的时候，我们身体的选择可能会有逃跑，也有可能会去战斗，但是还有一种，就是木僵反应，也就是你刚刚说到的，僵住了，动不了了。这是因为恐惧使大脑中负责理性思考的区域无法正常工作。其实这跟动物遇到危险时候的状况有些类似，比如很多动物，它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可能会装作假死，像负鼠，它会一动不动，而兔子则会选择4只脚朝上。所以我没有发出声音，也是因为这样的反应吗？当然，其实有80%受害者，他们都会跟你有一样类似的情况，所以这不是你的问题。不对，这就是我的错呀！人怎么能跟动物比呢？人是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的。其实不是这样的，我们身体的反应有的时候是不受我们主观意识所支配的。就是我的错，我本来是可以反抗的。李薇，你当时是不是还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事情，导致你现在的罪恶感非常的深重？何老师，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，就是我没有反抗，是因为我的身体并不抗拒？可以具体说说吗？只是我当时身体有反应。我遭遇了这样的事情就算了吧，我没有办法反抗就算了吧，但是为什么最关键的时候我的身体却背叛了我呢？都是我怎么这么不要脸？我怎么这么不要脸？哎，李薇，冷静一下好不好？我知道你现在想伤害自己，这样你心里舒服一些，但你听我说，你这样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我们先冷静一下好不好？来，把手心放在这里，可以相信我吗？我们冷静一下好不好？你知道吗？其实有很多来访者来到我这里，都会遇到类似你这样的困惑，只是这个困惑很少被大众提起，所以大家没有那么了解而已。所以，你的意思是，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？是的，李薇，你身体有反应，这不代表你非常的差劲，也不代表你自己作践自己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有时候我们的主观意志是没有办法控制我们身体反应的。有很多人，他们受到侵犯的时候，身体都会有反应，甚至他们的反应会更加的剧烈。但这不代表是你们内心愿意的，你们是控制不住的。所以，受到侵犯以后，你可以为此感到难过，但你不要为此而责怪自己。我说的，你可以理解吗？
淼哥，我看你最近身体不太舒服，给你冲了杯感冒药。谢谢啊。哎，老大，我们刚才说你呢。哎，潘台昨天来找你来了。这时候潘台找你，肯定是商量实践访谈的事吧？我跟潘台说过了，我选了新飞夜话。我们在做任何一个人的差。对啊，淼哥，你看咱们新飞夜话现在这么受欢迎，已经是拿了一手好牌了。咱们现在要做什么呢？就是专注当下。这人生呢，总是有输赢，咱们忘记上一局的胜负，才能走更长远。是啊，谁人都可以不信，你还不信老钱啊？行，哎，最近大家都辛苦，今天早一点下班，回去早点休息。好 OK， 走了，下班喽，下班喽，走。不哭，儿子，哎，不哭，乖是不是？不哭，儿子。哎呀，豆豆可乖了。喂。接电话啊！哎，你好，请问是张璐女士吗？哦，我是张璐。啊，我是优文的 HR。是这样的，之前您不是在58同城上视频面试过了一次吗？面试官觉得您非常适合这个岗位，您愿意接受这份工作吗？我特别愿意。张璐，贺老师，我想跟您说一下，我面试通过了。恭喜你啊！是什么工作啊？文学策划。那很好啊，这个是你喜欢的工作。贺老师，这个真得感谢您，要是没有您，我肯定得不到这个工作。并没有，其实我没有帮助到你什么，这一切都是靠你自己努力得来的。贺老师，您就别客气了，要是没有您，哪有我今天啊？那段时间，没有人比您更懂我有多痛苦了。您救了我的命。我只是帮你梳理你的感受跟你的想法，其他都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。上次怎么样？回去跟你的老公沟通了吗？他还是挺排斥那个心理咨询的，他不愿意跟我来。不过贺老师，自从我现在开始观察我自己的情绪以后，我发现我跟我老公的沟通变得比以前顺畅了，他改变了好多呢。这很好啊，我觉得你现在慢慢已经好起来了。你还记得第一次我跟你说的认知3联症吗？记得呀，是我。
哎，你怎么来了？给你拿盒药。谢谢，好贴心啊。其实你早上给我扎完的时候，我都已经好多了。你看我现在还能削苹果呢。对了，那贺顿呢？他怎么不在家？他今天不是有咨询吗？结束了，刚接了个电话，洋葱他出去了。哦。丽丽，我快到你家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咱俩好好谈谈，可以吗？汤丽呢？你谁呀你？我是他领去。啊！丽丽，没事没事，我跟钱开义过来接你们。啊，对不起，警察同志。警察同志，我看你穿的挺体面的，有什么事情非要动手吗？我今天给你普一下法啊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43条规定，殴打他人的，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，许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，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。情节较轻的，仍处5日以下拘留，或者500元以下罚款。今天虽然你们私下和解了，但如果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我就拘你了。听懂了吗？懂了。你笑什么？你过来，你也过来录个口供。你随便坐。啊。哎，有喝的吗？渴了。喝酒吗？行啊。喝多少？哎，多拿点啊，一瓶不够。看在你来接我们的份上，今晚跟你喝个痛快。你倒是真挺随便的。哎，说真的啊，平时看你们不做声的，你还挺能打。跟你比差远了。这种坏事还是你干起来比较顺手。啊。准备。咱们俩不能说是不打不相识，是吧？我还挺喜欢你的性格，你这人吧，善良，挺善良。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能坐牢学究。一聊起什么精神学，你就一套一套的。然后平时你就闷得像个葫芦似的，吃亏，你会吃亏的，是吧？白瞎你这张脸了，来。你不行啊，金安逸，你才喝这么久就开始说话，边上有料，我有料。不行，你来喝酒。哎呀，太好了，你行不行啊，金安逸？你过来喝酒。哎呀，缓一下。我不早了，就在这睡了。
老何，对不起，我以前因为他，我说了那么多伤害你的话。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你要是还觉得对不起我，就喝。来。哎，没让你都喝了啊！别这么极端，慢慢来。说你有时跟个傻子似的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我可羡慕你了。啊？我觉得你是那种，你只要难过你就会倾诉，你觉得自己做错就会道歉的人。在你这儿我就觉得特别的简单，可是这要是搁我，我怎么都做不来。你傻呀？能让我汤丽丽心甘情愿这样的人，除了你，我想不到第二个。你还说你羡慕我呢，我还羡慕你呢。羡慕我什么？我羡慕你，你能发自内心的相信你自己，你对你自己的未来从来没有过一丝的绝望和怀疑，你总是那么的执着，那么的笃定。傻子，哪像我呀，谈个恋爱把自己弄得那么狼狈，我可不傻。哎，谁没有绝望的时候啊？我也有绝望的时候呀。放心吧，以后一定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帅哥，很爱你、呵护你的人出现的。那个时候你想搬出去，我绝对不拦你啊！怎么还哭上了呢？哎呦呦呦呦呦呦！不哭了啊！谢谢你，老何。我走啊，我不是想给你腾地儿吗？看你哭成这样，告诉你个秘密，我拒绝佳慧了。他跟你表白了？啊，什么时候？那我觉得挺可惜的。我记得你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你对他评价挺高的。黑色，象征着威望、高雅、低调，还有创意，同时也意味着执着、冷漠跟防御。这种人呢，就像是肉食动物，在人群中总是处在食物链的顶端。没关系，你做什么都支持你。那个衣服上带刺绣了呢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晚上好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飞夜话，下面有请我的搭档贺顿。哎，对，微笑，保持住，哎，贺顿，你又干什么？没事，我就是想教教你。看我干嘛？你比花的心更重要。有没有稍微成熟稳重一些？我还是比较喜欢你穿花衬衫的样子。我以为你喜欢呢，那你是喜欢我像小孩呢，还是我像大人呢？都不算讨厌吧？不讨厌，那就是喜欢。象征着乐观开朗，总是会把温暖带给周围的人。同时，这样的男人对一般的女性具有诱惑力。那对你呢？我也是一般女性。薅个头啊，薅！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发现个什么你？又哭又笑的，喝啊！
楼下开了个新店，不错，买了点面包，来尝尝。怎么了？啊，淼子呢？淼子，他出去了。今天有外采吗？啊，对。哎，这小子还留着呢。钱哥，其实淼哥他回来了，淼子。给你买了面包，你最喜欢的口味，榴莲的。啊，谢谢钱哥。提这么大个箱子，什么东西啊？新的资料。钱哥，我有件事想和你说一下。啊。我要退出新飞夜话了。不是头一回了，是我自己的原因，和其他人没有关系。这怎么跟其他人没关系呢？哟，钱大主播发这么大脾气啊？杨淼，准备好了吗？开会了。为什么抢我的人？抢你的人？哦，你说张淼是吧？不是我做的决定。我问你，你为什么抢我的人？钱开玉，你别上纲上线啊！你自己留不住人，反倒怪到我头上来了。新飞夜话第1你急了是吧？这正面的较量你不怕，净玩这些低级的手段。我以前觉得你这人挺无耻的，但至少还遵守一些职业道德。但是你现在连一点底线都没有。给我说话放尊重点儿。首先，我们时间访谈拿第1的次数我数都数不清楚。你们新飞夜话只不过运气好拿了1次第1。再者，我再告诉你最后一遍，是张淼自己要加入我们团队，放屁！自己主动过去的。张淼，处理好了，等你来开会。说说吧，为什么？我一直就想做时间访谈。你之前答应过我们，接新飞夜话是为了拿回时间访谈，所以我们跟着你一块儿过来了，一起努力。现在我们有能力了，你却放弃了。没有明星，没有话题，这次我们拿了第1，你能保证有下一次吗？我真的搞不懂，你这么为了坚持做新飞夜话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有什么意义？咱们做新飞夜话帮了这么多人，这对你来讲没有任何意义。还有那么多听众等着我们呢，你能说放弃就放弃了？那对不起，我没有这么大的善心。现在的工作激不起我的工作热情。我们每天就是出点子，找资料，根本没有机会输出自己的价值观点。再说了，你现在不是有一个专家能帮你解决所有的事情吗？要我们干嘛呢？你有什么就直说吧。那我问你，你敢说你没有私心吗？
你就是这样，借工作谈感情，借感情谈工作。时间久了，你分得清哪句是真，哪句是假吗？对不起，我要去开会了。吃吧。那我先尝尝啊。好像还差点火候。你教书教疯了吧？既然在我的领域质疑我，你觉得不好吃的话，回家找你媳妇做去。哎，你这个人，刚说了我跟你嫂生置气呢，我现在回去还不被他看扁了吧？那上回谁说的？只要结婚了，就不用操心厨房的事儿了。怎么绕了一大圈，还是得跑到别人家蹭饭吃啊？我说不过你啊。哎，喂，季教授，您在忙吗？不忙不忙，你说。那天我在您家吃饭，看您手指麻木，有些不太舒服。我学过针灸，想着哪天您有空，我给您针灸一下，几个疗程之后会好很快。一些老毛病，不用你浪费时间。您这老毛病是高血压吧？看来你对针灸不只是皮毛功夫呀。你平常也会头晕目眩和失眠，对吗？行，到时候我联系你。先谢谢你关心啊。行，那一会儿我去接你。不用不用，你把地址发我，我去找你。好，一会儿见。哎，好嘞，再见。谁呀？关你屁事儿？不用管我屁，管饭就行。嗯。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。没关系，这人是少。哎呀，这司机啊，导航导错了，绕了半天。后来发现啊，其实离我家也不远，就在这儿。教授，好，那你早点休息啊。晨曦绽放出一朵花语，这里有你与咖啡的香气。无论是阴霾转雨，还是天气忽然放晴，我都想和你在一起。一阵雨轻轻地远远
色和多云的回忆。绽放出晴朗如歌的风景，也看见你亮如星辰的眼睛。它温暖我的笑容，倾听我真实的声音，给我最温柔的回应。看见了美丽的爱情，忽然之间来临，牵你的手，我能感受到你的心。